当镁光灯聚焦于季拔堂慈善晚宴的璀璨舞台，财务总监杨涛任达华式的离奇吊死，成为刺穿虚伪的第一把刀。舞台背景板上大爱无疆的标语与死者胸前还我清白的血字形成尖锐对峙，2亿善款的不翼而飞，将这场看似高尚的公益盛会瞬间拉进罪恶的漩涡。麦兆辉用这极具冲击力的开场，抛出了影片最锋利的质问：你的捐款，他的赃款。当慈善成为洗钱的遮羞布，善意究竟会沦为谁的帮凶？影片的叙事核心围绕着一对反差强烈的临时搭档展开。郭富城饰演的大律师马迎风，初期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将赢官司奉为最高信条，凭借法律漏洞为罪犯脱罪，后背永远挺得笔直，像裹着一层隔绝人性的铠甲。而吴镇宇塑造的警长柯定邦，看似玩世不恭、吊儿郎当，办案不按常理出牌，却在慵懒表象下藏着对真相的执拗。这对律警双雄的碰撞充满戏剧张力。马迎风的冷峻果决遇上柯定邦的烟火气，法律条文的刚性对抗刑侦直觉的柔性，两人从互相提防到并肩作战的转变，实则是两种正义观的融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郭富城与吴镇宇时隔25年的再度合作，岁月沉淀让他们的对手戏更具层次感，每一次眼神交锋都暗藏讥讽，将中年人的赎罪心理演绎得入木三分，一个赎职业之罪，一个赎无力之憾。内幕最亮眼的突破在于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设定，让每个角色都成为人性的多棱镜。任达华饰演的杨涛堪称全片最悲情的灵魂人物，阿尔茨海默症的设定极具讽刺意味，一个即将遗忘一切的人，却用生命记录罪证。他在吊死前留下的加密账本，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线索。死亡不再是情节终点，而是推动真相的叙事动力。方中信饰演的季拔堂主席高盛文，将双面人的复杂性演绎到极致，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软硬兼施，既是黑幕推手，又是幕后老板的提线木偶，每个眼神都藏着算计与恐惧。就连姜大卫饰演的老律师那句我有道德和良知，所以不接脏活，都成为刺破行业虚伪的关键引线，让马迎风的良知觉醒有了坚实的铺垫。一马迎风，郭富城是精致利己者的良知救赎。马迎风的角色弧光堪称全片最完整的成长线，他并非天生的正义使者，而是在赢与对的博弈中完成蜕变。郭富城精准捕捉到角色的3层心理递进，初期面对委托人时的冷静疏离，眼神里满是只谈利益的职业化冷漠；接触杨涛案后，面对加密账本时的犹豫试探，指尖摩挲文件的细节动作，暴露了他内心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挣扎。最终在法庭上打破第4面墙的质问，眼神从锐利转为沉重，完成了从律师到人的觉醒。角色的深层动机藏在细节里，他对孤儿院孩子的牵挂，暗示了童年创伤带来的共情能力。精通跆拳道却从不主动伤人，体现了守住底线的隐性坚持。这些设定让马迎风的转变不突兀，而是长期压抑的良知在特定事件触发下的必然爆发。2. 柯定邦，吴镇宇是烟火气里的正义坚守。吴镇宇赋予柯定邦的松弛感，是角色最迷人的特质。他办案时的吊儿郎当并非散漫，而是历经体制打磨后的生存智慧，用看似不按常理的方式规避规则束缚，实则始终瞄准真相核心。角色的关键反差在于，对上级敷衍塞责，对证人却耐心引导。平时嬉笑怒骂，面对罪证时瞬间眼神凌厉。这种外圆内方的塑造，让柯定邦摆脱了传统警匪片里硬汉警察的刻板印象。柯定邦的动机源于无力感的救赎，他曾因程序限制放过罪犯，导致无辜者受害。这份遗憾让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守住底线。吴镇宇在演绎回忆片段时，眼神里的愧疚与决绝交织，将角色的过往创伤与当下行动完美串联，让不按常理的办案风格有了情感支撑。3. 杨涛，任达华是遗忘者的终极坚守。任达华用克制的悲情塑造了杨涛这一灵魂角色。阿尔茨海默症的设定不仅是剧情伏笔，更是对人性的深刻隐喻。当记忆逐渐消散，唯有良知成为永恒的锚点。杨涛的关键戏份虽少，却每一幕都直击人心。他在病床上反复书写密码，指尖颤抖却眼神坚定，面对威胁时的沉默抵抗，嘴角紧抿的细节，展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角色的悲剧性在于清醒的牺牲，他明知自己即将遗忘一切，却选择在记忆尚存时用生命留下罪证，
任达华没有用激烈的情绪爆发诠释悲情，而是通过眼神的浑浊与清明的交替，将被遗忘的恐惧与坚守正义的决心融为一体，让杨涛成为推动剧情的精神内核。4. 高胜文、方中信是《权力棋局》里的棋子，悲剧。方中信将高胜文塑造成了作恶者的无奈，这个角色没有绝对的恶意，而是在权力链条中逐渐迷失。对上，他是幕后老板的传声筒，必须执行洗钱指令；对下，他是维持机构运转的管理者，需要掩盖罪行。方中信用眼神的变化展现角色的内心挣扎，面对上级时的畏缩躲闪，面对下属时的故作威严，独处时的焦虑不安，将双面人的分裂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高胜文的悲剧在于身不由己，他试图在黑幕中保全自身，却最终沦为弃子。影片中他销毁证据时的手抖，与最终被捕时的释然形成对比，暗示了角色长期压抑后的解脱，让这个反派摆脱了纯粹的工具属性，成为系统性腐败的牺牲品。作为《无间道》《窃听风云》的导演，麦兆辉在内幕中完成了对港产犯罪片的风格突围。他跳出街头火拼、卧底迷云的传统套路，将镜头对准慈善洗钱这一敏感现实议题，拆解出完整的罪恶链条：毒枭提供黑钱，慈善机构虚构项目，会计师伪造账目，律师规避风险，形成看似合法的腐败闭环。这种对系统性腐败的揭露，让影片具备了厚重的现实质感。在美学表达上，麦兆辉运用冷暖色调区分时空与心境，摄影机运动节奏呼应剧情张弛，音乐风格转换牵引情绪流转，让多时空叙事流畅自然。郭富城为角色设计的细节同样亮眼，每次回律所取小时的习惯，消解了精英律师的距离感。精通跆拳道的设定，既符合自保需求，又暗藏他在孤儿院担任儿童教练的温情过往，让人物更显立体。尽管亮点突出，内幕仍难逃争议。影片后半段逻辑链断裂，双线叙事没能做好咬合。法庭上的账目梳理刚进入高潮，突然切入码头爆破、雨夜追车的动作戏。柯定邦的侦查线索刚有眉目，又插入无关支线，导致悬念被拖沓的空镜磨平。更受诟病的是结局的改动，原版中法律有时迟到的冷峻现实感，被补拍的机场抓捕戏强行改成天网恢恢的圆满结局，既破坏了叙事逻辑，也削弱了影片的深度。此外，影片虽集结5位影帝的顶配阵容，但部分角色仍难逃工具人命运。马迎风的觉醒过于依赖说教，杨涛的过往铺垫不足，再好的演技也难以填补剧本的单薄。这些问题让内幕成为一部优缺点鲜明的作品。正如观众评价，它不是烂片，却满是遗憾。影片结尾，马迎风站在法庭上望向观众，抛出直击灵魂的质问：讲真话，你有没有做过？这个镜头打破了第4面墙，将影片的主题从个案延伸到每个普通人。当我们的善意被权力滥用，当规则成为作恶的保护伞，我们是否选择沉默？内幕的价值不仅在于揭露了慈善领域的黑幕，更在于他对职业伦理与人性底线的叩问。他告诉我们，正义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像马迎风那样打破自我设限的铠甲，像杨涛那样在绝境中坚守良知，像柯定邦那样在世俗中保持纯粹。尽管影片存在遗憾，但它依然是港产犯罪片在新时代的一次勇敢探索，用类型片的外壳包裹现实议题，让观众在观影之余反思善意的重量与正义的代价。